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玩扯铃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玩扯铃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招式，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精彩运动赛事，感谢锁定 Hot Sport，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持续透过转播一起来欣赏到的是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在今天下午的赛程呢，除了我们最一开始会看到的公开男生组个人赛的决赛以外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等到最后面哦，陆陆续续的团体赛相继的都会登场。没错，我是秉承，在下午的转播工作与身旁的讲评郑子毅老师以及在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Britney 老师，午安。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那刚刚有提到，在下午的时候，团体赛也会陆续的来登场。不过在精彩的团体赛之前呢，还有同样精彩的就是公开男生组的个人决赛了。因为公开组，我想他们在整个实力还有在舞台上面的经验哦，绝对都是在这个会场当中的佼佼者。而且这一次也是因为刚刚结束了这个台湾扯铃最大的一个比赛，就是全民运动会哦。那这次前3名的选手也在这一次的全国中正杯，所以很多的粉丝也到现场来观赛哦，希望可以从这个明星选手上面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现在出门还来得及吗？应该是来不及了，所以请大家留在家里，直接锁定我们的直播，这样子观看，包含讲评哦，也一样可以做参与哦。是的，所以呢，这一次其实在这个转播的频道上面呢，也包括了像是 Hot Sport， 还有在动词 Sport 上面，对，包含还有我们中华民国民俗体育运动协会对协会的 Facebook。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来不及到现场的话，就赶紧透过转播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些扯铃好手们哦的精彩绝技哦。而且我相信他们其实在出来比赛之前哦，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安排，包括是自己的套路，包括是自己的呈现方式。尤其是团体组，我陆陆续续看到，刚刚在下面大家在 stand by 的时候，开始在妆法上面也都有用心了。对，尤其有的时候
除了这个装法上面的打点哦，可能看起来是给裁判干哦，当然其实选手心里哦也同时在预备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备赛，起了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哦。好，接下来我们首度要登场的这个是公开男生组的个人赛决赛，第一位选手，这个是台大的选手，台大的张宏伦。刚做了一个交叉的背后接棍哦，那个时候呢动作有一点冒险，因为他的手已经被限制住了。不过他还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在限制的情况下完成动作，稳定度是很高的哦。哇，他做了一个很特别哦，他先做一个高低抛零哦，先说他力道控制得很好，马上一个内扣哦，脚步没有任何的一位原地接到了，再做一个错位包含放棍，这时候一边调整接到棍子干干净净哦。好，一样哦，直接从时间差开始接到滚抛，直接进入30哦。哇，很不错哦，一个时间差，再接鹞子翻身哦，等于高低变化包含身体变化融为一体哦。同样哦，也是很干净的呈现哦。啊，很可惜哦，一样是变化哦。他在背后瞬间改换套路的时候，这个是反应很重要哦。好，没关系哦，这是暂留的 manipulate 有点失误，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以做2次尝试哦。哇，你看它独特的折哦，它不是用棍子扯，它甚至用中间的折叠哦，来把它的线分成2半哦，所以它的操控性很好，上下是分开的哦。哎呀，可惜啊，感觉他的招牌就是他的左手的内放棍，有点可惜哦，这边小小的漏接哦。哇，他的滚抛是很稳哦，尤其在中间还多做了几下，轻轻松松的结束啊。台大杂耍的 Aaron 老师，我们第一位出场的选手张宏伦哦，在今年度的大阪国际成比赛，最后也是有进到 Battle 赛的前4强，有非常优厚的实力哦。比较可惜是中正杯这种以
学籍为主的比赛啦，算正规比赛，所以没有 battle 赛，不然我原本也蛮期待可以看到 battle 赛。对，可能 battle 赛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完全不同一个样貌的呈现哦，对，不同的比赛规则。因为 battle 赛你还要跟对手去互动，没错，你还要有张力，你知道吓唬他一下。对，你要有 feedback。对，所以你不只是在跟自我对话，那当然 battle 赛或许中正杯。可能过个几年就会再考虑了，呼吁，现在是呼吁。我在公开组里面呢，我相信真的每个选手其实，在对于扯铃的这个项目的理解哦，都已经累积了有一定的时数了，所以变成说他们是会想要从很多的基础里面去求变化。对，没错，尤其是在这种个人赛事里面哦，有的时候呢，可能不理解的观众，他会瞬间就模糊了焦点，不确定他的这个 original 的这个创意的地方在哪边。所以在这边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转播，还有这个赛事的讲解哦，让我们的大众更理解扯铃，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扯铃运动哦。是。而且我更期待的，其实是在公开组这边哦，他们的一些外形的搭配。没错，对，像是我们昨天看到红发，今天应该还会再看到红发。没错，而且是想说，民俗体育其实也是一件很潮的事情啦。它并不是民俗的一种经典传统哦，也是可以有一个很潮的流行搭配哦。就像是我们今天在国中组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的那个加深他的那个脸谱。好，我们第2位出场的选手赵玉松，来自北市大的。好，这边一样挑战0速哦，直接开始做动作，并没有特别的加速哦，之后才开始冲刺哦。哦，他在身体的折返，他真的是很厉害哦。他不止一次哦，他做的是连续折返哦，还有类似一个假动作，好像要接，但是没有接哦，是延续后面动作的延伸哦。好，这里是做一个自然开线哦，顺便在头上接到哦。自然开线再次，它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是利用铃棍自然的转动缠开陷阱哦。好，这次因为音乐点的关系，放弃了前面的套路哦。哇，连续车位在放棍呢！哇，他要做几圈呐？我只能说他很挑战哦。有的一个动作，其实他连续做到后面，扯铃转速不够，它的尺寸也会缩小。一缩小的时候呢，它是很不容易执行的哦。哇塞，他今天2个0的动作，我只能说他的独创性跟这边的技术潮流的引领哦，他在这边又做了一个很好的技术发表哦。好，这个是 helicopter 哦，但是这是一个小失误哦，单纯就是因为没有勾到哦，但是我想对他的表现无伤大雅哦。好，一样很快速的做一个身体折返哦，不是1圈的，是快速的2圈哦。哦，这里呢，大家习惯是用线做的方式哦，直接来做，但是它直接利用棍子的小小的尾端哦，做一个勾收哦，做一个直立铃的收尾呈现。好，他在30这边做一个内抛，再加送高，他这边手感的掌握非常好哦。
哇，本来要做一个40的这个时间差哦，很少，目前少人挑战这个双0的时间差哦。30的耀子翻身哦，可能是补救是前面的40掉落，不过他30翻身也能扳回一城哦。今天的赵玉松可能在前半段的时候请到了2019年的自己，当时在锐步的派1对1花式扯铃大赛里面夺下冠军的他。那个时候的评审裘奎其实对他的表现哦是说了2个字：潇洒。我想今天的他也是足够潇洒。当时裘奎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每一次对赵玉松都有一定的期待，不过他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失误。今天其实也稍微有点失误，尤其在后半段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表现。公开组的赛事不好比，不过他今年在8月份的时候自己也有开课，所以喜欢扯铃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关注他的粉丝专页。确实哦，也是因为他的扯铃，他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就像我们双棍这样子变化哦。其实这个风潮就是他引领起来的哦。所以在大家这边，我想大家不会对他的这个失误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反而他前面的那个技术发表，他的这些新招跟在双铃动作的这个放棍的连接套路，我觉得大家更是耳目一新哦。其实我今天这样在这边看公开组的比赛，尤其是现在，因为毕竟是最后的决赛哦，我相信大家都是精锐尽出啦。然后在场边，我觉得现在场边的那个氛围也很棒，没错，真的就是差一点灯光，真的，因为大家是围在旁边的哈。没错。好，看到第3位的选手李伟泽，来自淡江大学。昨天的伟泽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稍微骗了我们一下，没错。今天要再来骗一次吗？还是今天的音乐好像是真的不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不能错过他，我们等他。其实他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哦，就是音乐不动的时候呢，我们请选手不要动哦，这样裁判才会知道。好，音乐来了，李伟泽。有点可惜哦，前面的双棍做得很流畅，而且不只是棍子的折返呢，它还有做双手的交替哦。不晓得是在解开的时候做一个这个特别的解法还是招式哦。其实刚刚扯铃一个是直立弹跳，一个是横向的跨越，画面看起来也是很丰富哦。哇，他接领了一个左一个右哦。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有张力的动作，他再马上救回来。可惜刚刚小放哥后面没有收到哦。好，他这边做了一个技术的堆叠哦，除了单手放棍之外，他是要连续做一个双放棍哦，所以在这边失误可能是因为这个技术难度确实是蛮高的哦。好，这里有一点点可惜哦，不过他的动作已经算是完成了哦。也是一个在自然开线的地方哦，这个是很求这个点到点哦。如果这个点没有抓到的话，可能它会从你任何无法预期的角度歪斜哦。好，希望我们可以放慢步调哦，找回自己的比赛节奏。
在这边真的是要给这些选手掌声哦！他们在时间内不管有多少失误，他们都是要重新提起精神，再来做下一个动作哦。就算他现在已经有点害怕，他还是要勇敢的尝试哦。哇，非常完整的4零滚抛哦！哎呀，有一点可惜，不过滚抛也算是完成了啦。自宫林伟哲在2018年的时候到日本大阪的国际扯铃大赛拿下青少年男子个人舞台赛的第1名。那在去年度的中正杯里面呢，伟哲是最后拿下了第7名的名次，跟7很有缘分，因为昨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他就是以第7名来进入到决赛，所以今天是第3位的表演选手。来看看今年度伟哲能不能够来刷新自己在中正杯的这个排名了。毕竟1年要比1年还要好。不过他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哦，好像也有一些失误哦。没错，而且这些失误呢，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比较多是心理的影响，所以他后面的一个连续失误，因为他们这种难度很高的一个选手，每一个动作都必须要，我必须说全神贯注。对，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心里有一点不安的时候，就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失误发生哦，这是比较确实对于高端的选手比较辛苦的一点哦。最怕的就是这样，你的失误结果让你分心了。朱成玉，这是第4位的选手，来自台北市立大学。这个连续放棍哦，虽然今天放的看起来有一点黏哦，但是因为搭配脚步的变换哦，让这个连续放棍的动作感觉重复性不会那么高哦，整个舞台都有用到哦，算是有丰富的编排。好，一样直上哦，本来要做一个横向的放棍哦，可是这边有一点小失误哦。好，他选择放弃了这个双铃动作，直接用一些单铃动作来补足时间。好，他现在是中间的2个铃持续滚动哦，第3颗铃是左右滑动，在棍子边做变化哦。昨天是有成功的，我记得，可惜今天的掌控没有像昨天那么稳定哦。我相信也是因为在决赛的赛事哦，每个选手都很强哦，心理素质可能要更强大。好，这个是连续的时间差哦，他的低中高送的高度很漂亮哦。好，4零滚炮一样，在最后收尾的时候有一点点做撞击哦，不过前面的难度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好，折叠的方式很漂亮哦，加上身体的360哦，可惜这里的铃有一点沉的太低了，来不及抽回来了。从小就很爱扯铃才艺的朱老师朱成玉，那今年呢是刚从清传高商升上台北市立大学的小大一。那不过他其实这样一路走来说，累积的比赛经验跟累积的奖项是非常的丰富的啦。那现在的话，他应该也是有在这个街头做表演，所以喜欢他的粉丝朋友们也是可以先上他的 IG， 然后也可以去街头堵他。至于他会出现在哪一个街头上面的话，可能就要看缘分。不过缘分这种事情很难讲哦。他在今年度以这个刚进入到公开组，就能够到最后的决赛圈哦，以这样的表现来讲，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而且他刚刚等于是刚进入公开的这个不同的赛型哦，他在大一还有大二、大三、大四嘛。对。那这些人的比赛，我想他现在也是一个磨练的过程。是一步一步的磨练起来了。我相信朱成玉是 OK 的，因为他其实在平常的时候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上了大学之后，基本上1到5整个暑假都在练习。当时是为了备战新北市的这个是113的全民运，因为他是新北市的代表队。那最后这个在男团上面拿到第4，让他觉得非常的可惜。不过我相信这个都是成长的汗水，那这些终究都会是有果实的，所以就等待我们朱成玉之后成长茁壮之后，来好好的品尝这种美好的果实。那他拿了这个第4名哦，那我们现在第1名的曹子鸿也即将要上场了哦。昨天我记得他的团队名是自己的粉丝专业吗？这个我们对也可能哦。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子鸿他的那个自然拼音了。然后曹子鸿要上来了，他今天是红配绿，要呼应现在12月喽，圣诞节喽，圣诞快乐喽。好，他在做这个连续放棍的时候，他的速度比明显一般的那个选手速度快了很多哦。好，一个反折叠。双棍放完了之后跨脚接哦，这个要抓得很精密哦，因为等于在你的膝盖以下哦，你要瞬间跨腿并且勾到它哦，这里很细致哦。好，这里拯救的很不错，因为有一个领巾打结哦，快速收领没有造成连环失误哦。看起来双领完，他就是要直接进入4领的动作。哇，非常有信心哦，他手好有点可惜哦，不过他算是挑最多的哦，最后那一块只剩下1颗0哦，他算是目前的4领滚抛的那个技术难度堆叠最深的一位选手了。不晓得是不是对我们的裁判老师放电了一下哦。哎呦，其实大家喜欢看的是这个，你失败的时候你怎么拯救哦？当这种高端选手他拯救的方式哦，也会变成这些初阶的选手他们学习的 SOP 哦。好，你看得出来，他单手运双铃，瞬间抽线加速，他的这个3铃是非常稳的，才有办法做这个动作哦。好，快速高抛接背后带，
轻松哦，游刃有余哦，它的长度也是非常好，左手下过连续4圈，换棍再3圈，哇，非常流畅哦，这边真的是不得了哦。哇！哇，他这也是大家很厉害，做的一次有点紧绷的动作，他可以做到3个回合哦。好，一样哦，平沙落雁，再给你加30，再加内翻滚翻哦，美迈哦，这个选手。所以他把40放在前面先做，他的压轴其实是他的30花招哦，这个是培林的固定的一个特色，可以卡住的时候瞬间打开加速做动作。有没有看到30的双0呈现？哇哇！如果他接到的话，我在这边直接跟他起立做一个敬礼，好不好？所以你看到高端选手技术做出来玩的时候，后面没接到，没关系，没有关系，他们不在意那个后面哦，前面那个技术还有这个场内的轰动，我就已经满足他的这个需求了哦。是我相信在场的观众，也包括是在线上的观众。此时此刻都想要跟曹子宏说一句：再一年，再一年呐、子宏！哇，我想今年度我拿下了全民运的扯铃男子个人舞台赛的第1名哦，带着这样子的 title。不过他同时也有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去宣告了，今年就会是他的 last dance。所以再一年呐、这3个字，我想是所有喜爱他的朋友们想要对曹子宏的一个喊话。有3个数字，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下：8、5、12。练了12年的扯铃，在心中从12岁开始的梦想就是上到全民运，而在他所宣告的这个最后1年，他拿下了今年度全民运动会的冠军，也圆了在8年前与恩师所做的这个约定。我想今年哦，或许真的会是他在扯铃的竞技赛事上面的最后1年。我们也不确定 ，maybe 他明年又被劝回来了。对，我想扯铃赛事不代表他会离开扯铃圈、是没错。他可能会做一个运动的转型。没错，因为我这几天就是一直不断的看到他出现在哪里，他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评审台上面。啊，他是工作人员，我相信他就是深深的爱着这个运动。每一位选手能够到公开组，能够练习这么久，绝对都是像曹子宏一样练可能10年，甚至是更久的时间。那在这一路走来，你就是因为热爱这项运动，你才会聚集在这边嘛。所以最后还是跟曹子宏再喊话一下，再1年，不要这么快退。或许他未来变成一个教练，他可以造出很多小曹子宏、小红红出来，有没有 ？OK， 小红红，然后每个人的标题就是都先去染头发。好，在曹子宏之后呢，紧接着要登场的是陈华，陈华来自台北市立大学。哦，他背后的速度很快哦，他刚开线的开法不是一般的棍子哦，他是用身体的扭转哦，来让那个棍子改变方向。哦，一个叠起来之后换位，右手再一个小晃棍哦，这个也是要双铃非常稳定，而且知道它会落在哪里，有信心才能做的一个招式哦。
哦，连续小方棍弹接完的时候，本来要2个零错位的哦，这里有一点可惜。他的后空翻加这个收零哦，我昨天也是非常非常有印象哦，我觉得他收的很好哦。好，这边调整一下哦，必须要重新调整一下这个棍子的走向哦。哎，可惜这个双零折叠的这个地方没有接到，有点可惜哦。其实你把棍子折在一起的时候，它可以接零的这个位置又缩短了哦，所以其实难度是比一个零的一条直的线还要高非常多的哦。好，做了一个720，可惜在这里没有勾到哦。好，直接从双零30高抛开始，哇！刚刚本来有一个渐层抛零，可惜哦，弹起来的时候有一点节奏还没掌握到哦。刚刚30的套路只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套路，现在就直接进入40的环节。哇，也是今天在最后回来的时候，手降的不够低，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碰撞哦。不过他也是滚抛完整成功了啦。陈华手上的那颗深海，真的非常的漂亮。今年度的圣诞限定款，他跟像少奇、静渊同为是这个代言人哦。那他们这3位呢，在明年度的1月份也准备要去到法国，这个我们昨天就有讲到了，法国的明日之星，法国明日节第44次届哦。那在今年度的话，我们会看到少奇，我们会看到静渊，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林晨华。我相信手上的这一颗圣诞限定款的深海也会一起带过去。那在昨天的预赛当中，陈华最后是以第4名的成绩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圈。不过就是来享受啦，更多的真的就是来享受，因为最后也已经进到大学了。我觉得中正杯公开组，因为在大学之后还有这个升学上的压力吗？没有哎，接下来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压力了。对，所以现在应该在公开组，他们更多的就是把自己所准备好的套路完整的呈现出来。其实公开组的学生现在就是在寻求一个未来求职的方向啦，所以他甚至比的时候，其实好玩啦。对，该要秀的秀出来。对。OK， 陈华之后呢，接下来黄世龙也要上来了，追逐繁星的孩子。他做了一个大家现在最古典哦蚂蚁上树，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哦。好可惜哦，刚自然放棍的时候，他棍子没有弹开哦，所以这边很明显对他的套路做有一个蛮大的影响哦。也很可惜哦，这边他已经接到了第1次快速冲击的高抛轮哦，第2次在最后的棍尾放棍的地方没有接到，这里是有一点可惜的哦。这里连续的双零的一个错位，这里错位做得很漂亮哦，不管有高低，还有右边的外的小内放哦，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呈现。哦，刚刚自然的放棍做得很好哦。
刚刚那个地方其实是有点碰运气哦，不过看起来他已经身经百战了，练了很多次哦，可以完美的成功哦。哇，一个转身的凤凰展翅，再接一个内扣哦，在2个零上面的呈现，技术层次很高哦。这里也是有一点中断他了哦。所以大家知道，在公开组的决赛的压力有多大？这些选手上来公开组40对他们来说，其实都是一块小蛋糕了哦。但是却在这种发生这些错误哦，真的是辛苦他们喽。很漂亮哦。啊，可惜转身的这个 manipulate 右边成功，左边有点可惜哦。好，不错，连续一个360，再接一个720，一样 helicopter 接成功啊，在这里信心都出来了哦。哇塞！40滚抛还加了一个渐层抛，不止我轰动，场内的观众跟我一样激动。去年让台湾国旗飞扬在美国舞台上面的黄世荣，持续的在自我实现的这条道路上。那我想今年他来到全国中正杯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公开组完成连霸。去年的黄世荣，他的单位名呢叫做 DF2连，我不太确定 DF2连究竟是闪现点燃、闪现治愈还是闪现净化，但是我相信闪现鬼步一起开，就像是林晨华所说的，大家一起飞吧，就是向前冲吧。那今天的表演哦，虽然看起来中间好像遇到了一波乱流，确实有一点乱流，但是我觉得他这一场的编排是蛮挑战的。他在一边大家既定印象的这些套路长度中哦，他后面做了一个自己的延伸，所以他在延伸的地方呢，你第一个你要挑战棍子的轨道，挑战扯铃的转速，所以我在这边他不只做了一次的挑战哦，所以我在这边很钦佩他哦。但是这样子的钦佩哦，能不能够让黄世荣来完成连霸？自我实现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的标记哦，就是荣誉啦，为的就是那个荣誉。我相信能够进入到公开组最后的8强，每一个都是佼佼者，真的有1-2个这种失误产生呢，对于选手们的心理状态上面都是考验。你能不能够挺住，能不能够顺利的去化解掉你所遇到的麻烦，甚至是可能你需要一点运气，需要一点这种技术精灵的陪伴哦。对，看看精灵呢今天有没有伴在选手身边呢？像世荣可能在中间的乱流上面，精灵也是胡乱的在飞，所以一直想帮他救，可是救不回来。不过后面其实我们也看到他真的很多很大胆的尝试，所以这就是在公开组我们会看到的东西。没错，在现场看，我觉得那个张力会比在转播上面看还要高，大的很多。对，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运动场，它室内也是有共鸣的哦，大家一欢呼，整个气氛都起来了哦。那在公开组里面哦，总共会有9位的选手，现在是来到第8位，台北市立大学郑康平。
好，这边做了一个 juggle 的动作，不同于大家喜欢在这个连续放棍的收尾，它做了一个 juggle， 有一个不同的收尾方式哦。接下来用身体不同的部位做一个 manipulate， 来做一个棍子的折返。这位选手也是本次我们113的全民运动会的铜牌的选手哦，所以我们金银铜哦，这次在我们这边一定的呈现哦。双林这个凤凰展翅在背后接，轻轻松松哦，他棍子的这个位置拿捏得非常好哦。在他做起来简单的动作，一般的选手可能会有点手忙脚乱哦。好，直接接滚抛，接着2个零抛高的变化。好，180转身，一样是右边外面的小勾铃这边失误哦，已经不止一个选手在那边失误了，有点可惜哦。好，30打开就直接用高抛进入动作，还接了一个放棍，再接2个内翻，3个内翻哦。哇，这里很漂亮的收尾哦。哇，他高降低再升高哦，他这边处理得非常好哦。好，棍子的折返，哎呦，有自然打开成功，恭喜他哦。虽然刚刚有点斜哦，不过他用身体的角度，我还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哦。反边的直升机接下去哦，除了手要抓，腋下还要夹，这个动作才有办法折返成功哦。哇，他能不能够是哎，也是因为轨道的撞击哦。我觉得这些选手真的是辛苦他们了，完全在挑战哦。他只有一副棍子，他要挑战4个零的轨道、高空的位置，还有下面扯铃的回旋，其实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哦。与双人好伙伴黄世荣相继出场的郑康平，我想在这一次的整个套路的过程当中，这技术精灵来来往往，对。所以刚刚其实也有一些地方的时候是亮相之际，漂亮的给救了回来。但当然最后面的 ending 呢，还是出了点差错，但是瑕不掩瑜啦。我觉得那喜欢郑康平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到信义街头，他就是占据了信义的一个角落。真的哦。对，而且他的这些精彩的扯铃的表现啊，在信义的街头上面哦，你跟他这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你可以去感受到那个震撼。毕竟他也是在全民运男子组扯铃个人赛能够来夺牌的选手。对，其实，在全民运动夺牌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男子个人专走技术的哦。因为你首先你是要先选到你的县市代表队，接下来才是跟各个县市代表队的成员们一起来角逐。哇，那个真的是决战哦，全民之巅啊！好，唐晋元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台北市立大学。
好，他棍子回旋的速度非常快哦，所以他在掌握的这种节奏要比一般人更好哦，全神贯注才有办法完成这个动作。好，轨道有一点偏移哦，但是无伤大雅，还是完整成功哦。这里呢不算是真正的扯铃招式的失误哦，他只是要做一个 juggle 而已哦。哦，现在很流行这种高抛的这种折叠变化哦。好，三零滚抛还接空中暂留换棍。好，这里他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的线非常长哦，后面应该是有别的桥段，所以他才需要用到那么长的线。好，连续放过223。我发现他有一个特别的收铃法哦，他很喜欢弄完的时候退到旁边去哦。好，这里一样哦，上下棍子不同步哦，一个是肩的直立，一个是腰的横步哦。好，一样哦，上下变化不同哦。好，是要拯救一下。它这种是要快速的让扯铃折叠起来了之后，棍子回旋哦，它要借由每一次的 momentum 让它持续的旋转哦。如果它一停了的话，后面的动作可能就会造成失误哦。好，这里是利用手指的一个暂留做一个直立式的转换哦，从刚刚2D 的扯法到3D 的直立哦。哎呀，可惜哦，有一点着急了哦。好，后面勾了，这是用棍子的底部做一个停留的定点的一个变换。这里是因为它不能违规哦，它只要一跨出去它就违规了，所以要做一个有点小可爱的姿势把铃捞进来哦。开，他做了一个上下的 manipulate 哦，有没有让打开？他感觉起来，他想要把他的招式全部呈现完。是。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直立铃。大家知道，你要维持中间扯铃的转速，包含棍子持续的摆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小心！哎呀，其实哦，有的选手在这边呢，音乐停了，差不多在5秒到10秒以内，他们一定要立刻停铃离开场上，否则他会被扣的这个规则分是蛮重的哦。所以他在这边很执着，我认为他这次的表演的这个所有的招式跟这个套路放的有点满哦，所以你看得出来他不容许任何一次出错，掉了之后他要一直加速的赶回这个时间呢，我觉得这是他比较辛苦的一个部分哦。唐静渊在明年的1月会跟张少琪还有林晨华跟林晨华是一起到法国，那我想他们的表演大家是可以期待的，并且呢，我想他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发文过了，他说他那个时候18岁。已经到达了一个准备要面对社会的这个环节哦。那他希望他的正能量是能够透过表演一路的传承下来。而我相信我们在今天其实有看到的，国中组的王少君就是他的小朋友，这真的是把所有的东西
一路的传承下来，而这也是我们在扯铃这项民俗体育里面所希望看到的。以上就是今天在公开组最后的决赛赛程。那我们会稍作休息，等等回来紧接登场的国小女生组团体赛。
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完成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完成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教室，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完成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完成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教室，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
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玩扯铃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玩扯铃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教室，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2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因为那时候在国小的时候，经常校庆都会有扯铃队表演，所以呢，我就觉得扯铃这项运动非常的酷，非常的帅气，我想要加入他们一起表演，一起比赛。当初想要玩扯铃这项运动，大概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玩，然后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玩扯铃的这份乐趣。因为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教室，然后一起成功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开心。它不仅可以训练肢体的协调，还有很多抛铃、接铃的动作，甚至可以变化3铃到4铃，甚至5铃，很精彩的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酷，非常的帅。
最吸引我的地方，大概就是当我得到人家的鼓励、掌声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然后我就想要以扯铃为一个我的表演项目的继续表演下去。比赛在场上的时候调东调西，觉得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完成这些动作，但是上场了又是两回事，完全没办法专心控制扯铃，会想要放弃。但是每当我想起在台上观众或是裁判看完我的表演，为我开心、为我感动的时候的那种表情，我就会想要继续坚持完成更好的作品。当然会遇到挫折啊，就是当我练一些招式很久很久，可能1年2年的之后，然后我去比赛用它们，结果我是失误收场的话，我就会很有挫折感，然后很想要放弃，或者是比赛的时候得到的名次很烂，然后我就会很不甘心。但是没有真的产生放弃这个念头，就是下一次我要强势回归，下一次就会做得更好。我希望我可以去参加更多国外的马戏比赛，然后呢，跟在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这群队友编出更好的作品，还有比赛的内容，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个国家。我现在会去每个国小教课后社团，然后我希望那些小朋友可以透过我的传承，喜欢上扯铃，而且还可以加入扯铃这个圈子。传承文化，展现技艺。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等你来挑战。113学年度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在这个时间点准备要进入到的就是团体赛的赛程了。我是秉承团体赛呢，同样呢是与郑老师以及台达卫星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提供转播服务。老师午安，各位大家午安。老师，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的期待哦。没错，尤其刚刚在转换场地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早上的个人双人是属于中型的场地接下来的团体比赛我们都需要用到整个篮球半场的一个大场地团体赛首先我们会先看到的组别国小女生组，那在国小女生组所上来的第一个团体，这个是高雄的五福国小。五福国小他们的小朋友上面的话有包括是宣如、洪静一、陈永轩、李佩纯、张燕熙、侯映如、李淑宇以及李欣宇。那还有最后一位是林义瑜。那通常排在最后一位的可能就是替补选手。更好玩，大家一起来玩吧！像这种团体前面的这种舞蹈编排呢，虽然不算在这个技术分数里面它也算是一个画面的堆叠所以老师可能后面有一些设计的桥段好，第一个这个是8人对抛做一个高低层次的一个变化这些都是属于团体的规定动作目前看起来是做双组的变化第一组是做左右的第二组是做弹跳的第3组才变化所以老师在这边有做了一个渐层的编排我们看得出来他学员的这种脚步移动很快但是有点可惜的是他们没有8个人是同时到位置的有的队员似乎走的路线是比较远的好，长对抛
好，在这边呢是一边长抛一边做移位哦，那这边抛的距离算的是准确哦。好，我们这边看起来8个人个人动作就应该是同步哦，这边同步分应该可以拿到8成哦。好，在这边刚刚圆形移位也是属于团体的规定动作，但是刚刚圆形稍微有一点点松散了，这个形状不是呈现的最完美的。哦，长绳来了。对，长绳这是至少6公尺的长度，也是这个团体动作里面的规定动作之一哦。好，做一个2侧接铃哦，瞬间线上换铃，再做个空中换铃哦，这个是一个蛮顺畅的编排哦，连续3次的交换。哦，有点可惜哦，这边是应该做一个长绳的一个折叠哦，没有攀爬成功哦。好，这边看起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边选手又放弃了另外一个动作，等于长绳里面有2个动作没有呈现到哦。好，这边是做一个基本的人的换位的一个呈现哦，它可以做扯铃的变化，也可以做队形的变化哦。现在目前是一个队形的变化哦。好，再是利用电风扇做一个转位，增加劈腿还有高低落差。好，技术难度的选择都算是一个中或者是比较保守牌哦，就是在小朋友的肢体上做变化比较多哦。好，算一个简单的2次过场1下而已哦。好，一样渐层的起铃方式哦。这边的编排还不错，因为他们很明显的，同样哪一个颜色的扯铃，哪一拍上去，在这边处理得很好哦。其实我们看到他们场上还有一个扯铃哦，选手应该找到时间把那个扯铃踢开场地哦。好，这里一样是一个游龙细缝哦，双铃传接的团体规定动作。五福国小的小朋友，他们抛铃的力道都是很足的哦，包含在这个个人动作的同步化哦，也做的还，目前可以拿到7分到8分哦，这种的完成度。好，再来是4人的滚抛。好，再来是4组的2人抛3铃，这是双人的动作呈现。好，直接接到个人的线3。好，这里也是一个流畅的衔接。来自高雄五福国小。我想他们的这个展演，虽然说中间在长绳的这个部分比较可惜，有2个动作，最后因为时间的压力之下是没有办法展现出来的。不过在长绳之前，我有看到那一道彩虹，而且还是有2道的彩虹，哇，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进到团体赛，8个人起码至少有8个这个铃哦在空中飞舞的那种感觉。如果他们是双铃哦，在这边做这个翻滚的话，哇，那变成是16颗，哇，那个视觉效果上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在这边他们主要做的是，他们老师看起来他的搭配是完全跟拍哦，他们整个的编排节奏是跟拍跟得很紧的哦，导致他在这个长绳的可能有失误的情况下，选手没有办法，一定要放弃这个动作。所以有的时候编拍的时候，如果没有每一拍都对得那么准的话，可能有一些充裕的时间可以做一些后续的调整，不会给选手压力那么大。好，紧接要登场的这一支应该也是大家所瞩目的后龙国小。后龙国小在我收到的名单里面哦，是有戴怡菁、王琦、姚宇凡、叶彦君、彭晏瑜、吴婕妤、徐子晴、姚芷萱，以及最后的话是有谢家桦。这个在团体赛里面算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学校嘛。其实今天来参加的都是团体赛蛮厉害的学校。好，后龙国小。好，一样的酸林传接哦，但技术难度比较高的是直接进到30的堆叠。在这边我们会希望看到8人同步之外，移动的脚步也是统一的哦，这个是团体赛的美的一个表现哦。但可惜刚刚的队员移动的脚步并不是统一的，有点可惜哦。好，这个是8人的直线天罗地网哦，呈现得很完美，没有什么人移位哦。好，交叉的时候接到4人高抛，另外4个人是做舞蹈的搭配哦。好，接下来一样是规定动作，薪火相传。他们在这个同样的同步完了之后，自己在起灵的时间点可能比较没有统一哦，在这种重新起灵的画面哦，这组团体的混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哦，前后换铃这边换得很有信心哦，他们对于头半抛的准确度是毋庸置疑的哦。一样哦，高低落差，再加一个中间的横向喷射，这里处理得很好。好，接下来是2组的2-4的呈现哦。2组的2-4接到1人抛3，再接到1人抛4哦，应该。哦，没有哦，一样是2组2-3，2组2-4，一个人抛3了之后回去哦。接下来是8人自带30，一样哦，全部人都做滚抛哦，只有一位选手感觉还不太稳定哦，没有做滚抛的动作。好，反向临接彩虹，好，两边折叠哦，利用中间的同学哦，来把长绳1分为2哦。好，这里处理得很好哦，让扯铃确实流到尽头的时候再上抛，可以确实直线往上。好，再来是长绳的经典直立完的时候，加一个小朋友进去，一样利用他的帮助把两边分开。
再来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做法哦，场地板没有8人放棍哦。目前可能因为场地的关系哦，所以画面看起来只有6个人哦，但是其实他们8位选手都是有在场上的哦。好，一样8人直升机，这些在团体都是很常见的做法，因为放棍的时候比较不会打到他的同学哦，尽量做一个线内的动作。好，这边头部性可能有一点可惜。好，一样绕线圈封接360。在这里大部分都是这些个人动作的呈现，我们希望可以看到多一点团体的互动。好，利用滚抛还有脚步的移动哦，除了做扯铃技巧的展现，还有同时做队形的变化哦。好，只有在最后的时候，团界有加了一点点的一个双人变化哦。然后直接回来接电风扇，也是8个个人动作。Oh my god！ 后龙国小，老师，我突然间懂了，为什么昨天在预赛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么多次这件衣服，这是一个荣誉啊！哇，这样子的一个团队表现哦，在高抛换位的时候，因为他们又是荧光色的扯铃，我真的觉得好像是满天的萤火虫、满天的星空一样。前后抛接上面大家的默契跟对彼此团队之间的信任。哇，然后再搭配到那个长绳出来之后的所有招式，完美全上，我看得起鸡皮疙瘩。哈哈哈，谢谢你哦，带这个后龙的团队，谢谢你哦。那这次看得出来哦，目前上场的2组，一组是后龙，一组是五福哦。五福走的团体变化确实有比较多的琢磨，团体互动很多。那个人的技术呈现相对的时间就会比较少。那在这边后龙它的呈现是个人技术动作很多，相对的团体互动的方向就比较少。那就看怎么样的编排风格可以获得评审的青睐哦，这个我们也还不确定。但是在团体呢，我们期待看到的是个人选手的同步性，还有团体选手的互动哦，这2点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的哦。所以在后龙国小之后，紧接着要登场的是北市的吴兴国小，名单上面王新乐、郑银河、陈宇堂、林心颖、胡成宁、黄宇安、胡佑轩、顾瑞，以及最后是李鹏静。好，他们把规定动作拿到前面了，一开始就直接做长绳哦。I like the way your eyes look into mine. I like how it feels when you smile. I like the way you watch me when I walk away. Say you'll stay. I like to feel your breath on my face. I like to swim around in your good grace. I like how your lips taste. Say you'll stay. Say好，这边也是一个圆形移位哦，它是所有的选手都面对正面哦，它也可以面对四面八方哦，这是另外一个选择。在这里同步性可能就要加油喽，刚刚韵铃加速的画面有一点混乱。好，从刚刚的渐层移到彩虹到回来哦，可能有一点干扰了，希望他们后来可以重新抓回自己的步调哦。
好，先从双人互抛，再做到8人的绕脚长抛。好，这边选择了这种中间2位做一个那个放棍哦，可能是因为大小的关系哦，场地只让2个人做可以完整。那再来是单铃的弹跳，那可能在这边可能因为角度的关系哦，看不出来到底有几组做，在这边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拍子哦，让他们的同步性可以一致上来啊。好，一样哦，这个是8人的哦，1人直升机而已哦，其他人是做一个简单的3角旋转。长绳又再出来了，他把它切成2段哦。对，前面通常出来的应该是定轴，因为前面那个是比赛规定必须用定轴的，这边应该就有培林的进入了。目前看起来哦，应该是团队的这种技术层次有点落差哦，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厉害的，有一些是刚入门的小朋友哦，所以他没有办法8人同步的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是选择有些团员做的是陪衬动作，所以只有几位才真正做难度动作。接下来2人抛4零也只走了，目前走了1轮。国小，我想我这样看下来的话，因为我知道在团体赛里面哦，其实要找到8个真的都是技术层面差不多，在水准上面差不多的小朋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学校可能在训练上面的进程，或者是小朋友的成长，甚至是身高的高矮哦，其实都是好像教练在每一年的时候要各自去调配的，所以要凑成这样一个8人的小组，把这个整个团体赛给完整的呈现出来，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没错，尤其现在这种没有办法8个选手，甚至包含这个候补，绝对都不会是来自同一个年级的哦，所以他们可能有3代同堂哦的，我们都是这样的称呼，所以4、5、6的一个搭配，甚至3、4、5、6年级的搭配哦，所以通常在这种团体的呈现是很考验这个教练的编排能力的，有的时候确实
每一场都一定会有一些陪衬选手哦。那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让这个陪衬选手不会太突兀？是。那确实每一个团队的这个同步性要提升。那我们刚刚的同步性在这边，我觉得看到的分数确实是比较低一点，有点可惜哦。不过我刚刚在吴兴国小这边，我发现如果把长绳拆成2块的话，感觉整个表演的层次感就会出来。所以这个的确好像教练在整个排程上面呢，也有下了一点小巧思。紧接登场的明道国小。好，换零接换棍哦，所以不只有零的互动，还有个人的这个变化展现。好，这里本来是8人的个人动作，一个电风扇的一个展现，直接外面的人收零接到2人抛30。好，做了2次的一道彩虹哦，一个是线起，一个是零下的，一个是上的哦，再做一个直线的天罗地网。好，这边做了一个正反的搭配哦，来完成这个心口相传的动作。好，这边处理得很好哦，从规定动作完了之后，进入到旁边，再回归原来的直线哦。虽然时间可能会拉得有一点久哦，但是这个队形的安排还有路线的调整哦，呈现得很不错哦。好，在这里斜换零，还有前后换零哦，选手也是蛮有信心哦，对于自己的队员。好，接下来是2人搭配的一个抛3哦。好，这个就是有别于全部面对前面的一个面对4面8方的圆形移位规定动作。好，后面这边是自己做的一个变化哦。好，这边除了长绳的变化完了之后，还做了一个棍子的交替哦，有点可惜没接到，不然那个画面应该是蛮漂亮的。好，第2条长绳。
好，这边一样在直立的呈现也是属于一个线内的呈现哦，一样是在团体动作里面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编排。好，这次大家不约而同的全部都选择了直升机哦。好，再来是双人直立零护抛，虽然难度没有高哦，但是很温柔、很顺利的呈现出来了。好，在这边绕手的地方，可能有3位选手还来不及到自己的位置哦，没有完全的做到。好，这个都是属于一个4人的一个小的团体变化哦。好，这边呢是前后不同步，前面的小朋友呢做跳绳，后面做一个左右弹跳的一个搭配哦。好，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场地没有练过这么大，还是我们的场地突然变得很大哦？他们感觉起来有些选手是没来得及到自己的这个表演定位哦，所以在这个仓促的跑步的这个节奏在画面里面呈现蛮多次的。不过明道国小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音乐吗？还是任何的原因？我看他们的这一整段的表演完之后，有一种温馨感。不过我想哦，也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的团队里面有2队的姐妹，包括是黄成维、黄成乐，还有黄艺轩跟黄艺珊，两队的姐妹，再搭配王咏莹、韩雨洁、王雨曼、张静琪以及叶艺玲，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明道国小在这一次女生国小组团体赛的一个阵容。我想在整体的发挥上哦，老师您的看法是如何？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编排是很不错的哦。这次的编排，老师是蛮理解自己的学生。那一组可惜的是身高差异很多。那尤其他们目前最大的缺点，可能是因为后场的距离拿捏的不好，所以导致要去后面拿铃的小朋友来不及回来。那在这边教练可能看完的时候，再做一个前后场或者是站位的配置哦，我想很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对，姐姐带妹妹的一种团队。好，接下来看到的这个是来自内湖的立湖国小，曾丽彤、张行爱、温成玉、郑宇轩、郑宇晴以及李李轩、林子怡，最后再搭配张庭宇。好，现在是从2个区块哦，再做一个绕脚移位到中间，变成一个团体的3人绕脚换领哦。目前的这个同步性还有待加强，应该有得到5到6分的分数。但是他们的颜色配置很好哦，他们的上衣跟他们的领还有裤子，他们是和谐的呈现，并没有互相抢色。好，一样来往的一道彩虹也是抛得很精准。好，一样直线的这边天罗地网也处理得很好。其实天罗地网的难度系数是蛮高的，因为8个人扯铃就有8个高度哦，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好，接下来一样圆形的规定动作。我们期待小朋友的脚步跟移动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好，他们的一致性慢慢起来了，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整齐度也越来越提升了。
再来是个人的双零的缠绕的一个变化，搭配换零哦，在同时的8人定点 pose。在这里可能是时间变得有一点急哦，没有给同学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就直接的进入兑换的动作。好，这里除了线上的做这种彩虹的呈现，他们是从那种下面往上抛的，可惜没有接到哦，不然我蛮期待他后面会怎么处理的哦。好，这里有成功一个双零的折叠，可惜有折叠之后拉得太紧哦，他没有成功的走完哦。虽然他们是8个个人动作，但是他们都有在个人动作里面至少加入一点点跟队友的互动。好，这一次规律动作是没有办法成功走完8人。好，做了一个2个人的长对抛哦。其他同学在这个定点动作可以停的那么久，其实也是不错的哦，不然这个动作蛮容易造成歪斜的哦。好，他们选择了1人在中间做一个 solo。壁湖国小在整个套路里面哦，真的还蛮多这种互动性的动作出来哦。那当然，在过程之中是偶有失误，不过我想他们的巧思，包括是在长绳的这个项目上面呢，也增加了一些不同的尝试。对。那尤其是在他们有做一些团队的变化哦，我认为他们可以加入一些高低的错位哦，就是比如说想要做凸显 solo 的时候，那个人可以站着，其他人可以蹲下哦。这个不但可以增加画面的整洁性哦，也让这个 solo 的玩家他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发挥哦。我想在长绳的这边是让我看到了，可能我之前在看团体赛又更不一样的一些变化，所以我突然间会觉得哦，耳目一新啊。那我觉得他们这边团队有个默契的地方，就是他刚刚在规定动作薪火相传的地方做失误哦。那失误的时候，其实这很考验8人团队的默契哦，因为有人想再做一次，有人要放弃，所以他们刚刚做了一个一致的决定哦，展现他们的团队默契其实是很不错的哦。对，他们是选择那就直接放弃，没错，对，所以在这边教练应该是有特别的叮咛过。好，接下来下一个团体上来的这个是大安国小。头一摆听着你温柔歌声，每一天耐心等你的形影。好，目前大安国小看起来他们的同步性很高哦。
好，现在是一个菱形双队的一个编排哦，一样哦，双人闹脚。你看目前看起来都有到7到8分哦，他们这个头部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哦。好，一个肩上的换铃，虽然换完的时候位置有一点歪斜哦，但是还可以接受哦。好，从建成的1次的1道彩虹，再接到8人直线的天罗地网，再2次的4人换铃。好，这边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一个韵铃的一个画面的展现哦，还不是针对一个技巧的搭配哦。看了了无悔的心肝，跳出咱的歌，来跳出咱的歌，较无真轻松气氛，袂放起毛真袂啦。好，一样是这个是规定动作，游龙式风。哦，漂亮！我怎么会这么的开心？笑起来好像蚂蚁。公民社会是一条河流，健康教育是我的朋友。在哪里睡觉，在哪里醒来，我们会发亮，不用害怕。好，这边他们长绳的选手其实拯救的速度蛮快的。我刚刚魏玲的那位同学确实距离有一点太远了。好，这边大安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在出场的时候做得很足哦，他们除非进到画面出去之外，他们都不会松懈他们的动作。那可惜最后套路的地方没有套到，这是有点可惜哦。我怎么会这么的开心？笑起来好像蜻蜓。公民社会是一条河流。好，这个中间4个人对抛。这类的环节有一点短的，不晓得后面会不会再重复出现呢？装满了心脏，哦啦啦呼呼，哦啦啦呼呼，整个世界像个鱼缸，干脆哦啦啦呼呼，哦啦啦呼呼，决定我要跳下去洗澡。好，这边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式进到2人3铃哦，从一个小朋友魏玲再出去拿第3颗哦。那这里是走一个稳扎稳打的路线哦，一样这个是经典的排位哦，内4外4，一个十字方形的移位，再做一个十字的兑换。
就是大安国小，感觉教练会很喜欢跑音乐季哦，会想要去火球季的大轴团体大安国小，他们的团队里面呢，包括林妍希、吕永玉、陈思竹、蔡彩曼，还有朱彩璇、刘凡宇、龚蔡杰、黄玉安，以及最后是李恩乐。那他们的整个表演，我觉得完整性其实也蛮高的，而且在互动性上面也非常足够。对，感觉起来他们的教练是比较传统的，他是有注意每一个细节的哦。那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我有发现其中的2-3位选手他们在跑位的距离特别长哦，所以直到看起来他并没有8人同时到下一个定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画面就会稍微有一点凌乱。或许是我们场地。他们在平常练习场地没有像比赛场地这样子画好，所以这也有可能哦，在不同的比赛场地，选手有一点点不适应的原因哦。是，那这就是国小女生组的团体赛哦。我们随后会登场的，紧接着是国小男生组的团体赛。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了。
欢迎回来，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紧接登场的是要来到国小男生组的团体赛。后龙国小是在这一组别的第一个登场学校。好，这里很精准的完成了这个圆形移位哦，规定动作。目前看起来他们的编排，他们喜欢做一个低、中、高的3种抛零画面的一个呈现，已经到现在，我想应该已经有出现3次以上了。好，这里从2人4零接到1人抛3，这里的稳定度也是很高的。好，一样敌人内翻回去的时候，回到8人1人2零。好，这里全部是8人线3的一个滚抛动作，没有做特别的一个双人互换或是3人互换，我这边是做个人动作的同步呈现。好，这个力道给的很足哦，他可以走回去的时候再跳换一次哦。再来一样是内四外四的一个经典战法哦，直立铃第一个也是保守的一个躺地的绕脚动作。好，一样直升机高低变化。好，
好，顺风回来接单放棍，也没有加入团体的范围哦，一样依旧是个人的呈现。好，8人的滚抛，再加上1位，希望他们这边后面可以加一些双人的动作。好，确实利用滚抛的时候带入30的滚抛。好，这边很可惜哦，后面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动作并没有跟上哦，但是因为他没有乱动，所以他的同质性跟整个画面没有被破到，没有被破坏到。看起来后龙国小在整体的默契上面培养的非常的好哦，在他们的阵容里面，包括张明涵、杜昌彦、林宇辰、杜成刚、王志宏、蔡成玉、肖承恩以及王凡。那这个是我们在男生国小组团体赛所看到的第1支出场的学校后龙国小。他们在这个个人的技术呈现上，毋庸置疑哦，他们的个人的技术层次很高。那但是他们在个人技术层次上，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双人的变化啊，甚至是4人的变化？我觉得再加上去哦，他可以两边的分数都拿到哦，那这样子何乐不为哦？我真的可以感觉出来，后龙国小可能在整个学校的资源哦，整个挹注在扯铃的这个项目，所以他们每个小朋友上来，在自我的这个能力的掌握上，真的都蛮高的。而且感觉他们的训练应该是蛮严格的哦，因为你看得出来他们的动作的误差很小哦，对，所以我感觉起来他们可以做大胆的编排，还有脚步大步的这种跑位哦，都是因为他们的扯铃的能力已经到了一个顶端了哦。是，后龙国小，那紧接要登场的世东国小，蔡佑成、邱凯勋、陈志伟、张直信、何礼安、吴坤展、巫博岑、吴新燕，以及最后一位是张佑荣。那其实，在稍早女生组的这个团体赛里面哦，我觉得他们在整体的那个完整程度，就是已经让整个团体赛的那种氛围感跟那种精彩程度，都是可能是说相较个人赛来的又在加倍的成长。确实哦，就是不一样的画面呈现。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来在男生组世东国小上场了。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好，目前看起来前面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哦，还在一个技术的一个堆叠哦，还慢慢的还没进入它的整个组合哦。不过一致性还有他们这个队形的缩放哦，目前看起来是有呈现出来的哦。好，这个8人的圆形一位哦，应该是要8个人在里面，但是因为有一个选手他前面动作的失误，导致他的决定是不加入8人的换人。那不晓得在这边会不会有酌量扣分哦？因为8人规定动作他们只有7人完成哦。
好，一样一个稳稳拍哦，他们没有规定学生一定要在某一个 timing 把时间把铃弹出去哦，而是稳稳的做完，找到自己的节奏再出手哦，之后转换队形变成2条直线的一个爆鸣呈现。I want to stop. We can't. 好，在双铃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基本稳定的呈现哦，先做跨脚，完了之后做一个双铃高抛，只做3轮，但是也是稳稳的哦，没有对选手造成太大的压力哦，依照他们的程度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哦。好，这边是用一个扯铃可以摩擦的特性哦，让它反射出去，还会再自己滚动回来哦。这个是蛮经典的一个2反铃哦。好，再来是3轮的彩虹。好，在这里选择的是传铃的4人电风扇哦，可能没有办法到8人都做电风扇哦，所以这边选择是2人搭配14人呈现。好，再来，现在站的是一个直立的圆形哦，这种队形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的绳子很容易勾到旁边的人哦。好，再一个绕身的一个贴身放棍，好，接一个3角回旋，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哦，留给队友比较多的空间，不干扰他人的动作。旭东国小。我想喜欢棒球的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支学校可能也是不陌生的，因为他们曾经到味全龙的主场去表演过，那是在去年的冬天呢。那他们在这一次全国中正杯所带来的团体赛哦，整体上面的表现上，小朋友也都尽力了。对，那对于这种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属于比较一个刚入门的团体，甚至是刚入门正在萌芽的一个团体哦。我觉得教练在这次的编排上算是适合他们的程度哦。那也没有在这个音乐上或者是节奏上面给选手过多的催促哦。所以我觉得这边对于世东国小的一个状态来说是一个蛮好的呈现。那不过这边美中不足的哦，我们期待的是说他在场上是不是选手的服装都可以统一。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哦，可能因为天气寒冷，里面有人小朋友的内着的长袖是不一样颜色，这就有点可惜了哦。对，毕竟是团体赛啦，对，这个算是小细节，但是它也是还蛮容易就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没错，它是可以马上修正的。对，好，紧接登场的北门国小。
好，从双人直线到这个双人斜线哦，是一边绕脚一边做一个队形的转移哦，在这边是流畅的转移。好，再直接进化到前后两排哦，这里3个队形的变化都很成功哦。好，8人的绕脚互换哦，这个长度的绕脚长抛，它抛得很精准哦，有的时候可能会太远太近哦，这个绕脚的力道其实是不太好控制的哦。好，再来是一个经典的圆形移位，但是换完了之后，他们的圆形已经有一点跑掉了，有点可惜哦。好，4人的斜线换领哦，这个很挑战选手的精准度哦。好，一般的选手大部分目前看到的都除了做这个天罗地网，他们还加了一个4-4换领哦。4-4换领的话，都等于8个人的力道、高度、长度都要一模一样的。再来是选择背对裁判做了一个薪火相传。好，这里渐层的做了一道彩虹哦，很轻巧哦，刚好跟他的音乐也是有搭配到的。好，旋风金钩加走位，但是双抛棍的出手点有一点可惜哦，好像8个人大概有4个出手时间哦。哦，2人抛30还加上了个人的变化，这里是有技术难度的提升哦。好，一样哦，4人高抛30，回到变成8人双0。好，刚刚连续挂脚完的时候接到一个2-4哦，2-4走了1轮了之后，自己在做高抛变化哦，长度没有很长哦，但是刚刚好哦，对于他们的一个画面呈现是很适宜的安排。这里很不错，这里是双人高抛的圆形移位哦，虽然没有来回哦，但是单趟的呈现也是很不容易的喽。好，这个长绳是一个经典的绕手接到彩虹哦。
好，因为场地的关系哦，包含前面长绳的选手他需要准备哦，有4个人在里面做了放棍哦，其他4人在旁边缓冲哦，再来是8人的定点直升机。好，再来是双人的直立零护抛哦，这个难度就有提升了一些哦。北门国小李佑福、林晨阳、谢依珍、王礼耀、尤成伟、陈元浩、邱继耀、尤承旭以及江佑莹9位小朋友所组成的这个团体赛哦。那北门国小其实他们也是在这个民俗体育的一个扎根学校，包括是在桃园所举办的这个体育运动表演会里面呢，今年他们也是有受邀去表演花式扯铃，所以当时呢也是让桃园市这边呢是嗡声响起，是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哦。看得出来他们的编排教练是非常有经验的哦，不论在这个装法、上衣，包含扯铃的搭配，其实都是别有巧思，所以他们的团体呈现的一致性是非常高的哦，不得不说。那在这边呢，选手的技巧大概每一个个人的程度可以在中上，那团体的这个编排啊、走位啊，我觉得这个教练整理的非常不错。所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给整合起来，教练一定会伤脑筋，光是带小朋友出门就足够伤脑筋了。对，小朋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右脚会不会忘记带了，还是右手忘记带了，这里教练都是要伤透脑筋的。我曾经有播过比赛，球类运动，小朋友准备要打双打，结果他的脚因为在玩那个鬼抓人，就玩到扭到。哎呦，在这里绝对不能发生。是，接下来登场的吴兴国小。好，这里是分成2组哦，个人的旋风金钩直接转正接回绕脚哦。那利用这个绕脚的这个移动性哦，从2个菱形转回一条直线。好，一样哦，高低的变化完成这个1道彩虹的指定动作，直线的天罗地网。好，回来的圆形的完整度还是很高的哦，直接立刻缩放哦，进入个人动作，这里整理得很好哦。好，这里薪火相传，他们走的是一个之字形哦，有别于以往的一条直线的呈现哦，他们是前后落差的3排完整。其实这个动作只要传过8人，更正哦，只要传过7人就已经是完整呈现了。那他们再做一次经典款的直线哦。
好，这个是直立的护弹哦。那通常在小学阶段，其实也会看到这个动作啊，不属于中级以上的一个直立的难度选择。好，这次电风扇他们不选择脚步移位哦，而是选择了这个高低的变化哦。好，做了一轮的2次。好，一样哦，这样有可能是增加互动性哦。你的3颗0是由你的队友传给你的哦。有的时候自己30呢，跟你的队友传给你30的这样子2种的难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哦。好，这边做的是8人的一个单手的放棍，但是因为场地的问题哦，还是都做了1次的放棍哦。好，一样8人互换，这也是一个中上的难度选择。有过32个年头的吴兴国小扯铃队，现在是在朱老师以及江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完成刚刚的这个团体赛上面的展演。那我想团体赛真的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会是一个很好的初次来上场的机会了。对，因为毕竟有些小朋友可能这个初登板就是会紧张，先让旁边的哥哥姐姐们，就是你的学长们来带着你一起上去。对，尤其是在这种团体动作里面，其实是很好训练，除了是团队默契啊，或者是一个运动家的精神。因为你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主角，你可能要轮流当主角，你要配合你的队员，你帮助他成功这个动作。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是初次亮相的一些新秀哦，他在这边团体都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哦。或者是有一些选手可能他就是天性比较容易紧张，对，所以先让他上来磨一下，也有可能。那有的选手他其实他真的就是适合走团体哦，因为团体的变化，他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走的哦。你看，如果小朋友的这个移动脚步速度如果不够的话，他走团体他会走得很辛苦的哦。好，那紧接着登场的是立湖国小。那立湖国小在团体赛里面呢有 A、B 2队，现在先登场的是 B 队，飞宇、哲源，还有张宙祥、陈训成、李念、张凯杰、李想、吴瑞义以及黄德瑞。其实如果这里立湖国小可以派出 A 队跟 B 队，那少子化可能对他们没有造成影响哦。对，他们确实有点难度哎，已经不太容易了，所以这边立湖真的是好棒棒哦。他目前的一个团体变化，他是做一个来回的弹跳哦。前面目前呢都是属于一个中速度，但是一个很好的画面呈现。接下来是第2个游龙系统。
后面两组呢是属于通爆的一个呈现，前面两组是做一个电风扇的外射的一个呈现。这里是两小组的个人动作呈现，大家看个人小组动作呈现，我们希望它的展现同步性跟整齐性。好，这边难度不错，他除了传双铃进来的时候，还接了一个错位的2-3哦，而且他2人抛3铃的队员是一直在变化的哦，考验这些选手的专心还有这个反应力哦。小巧思哦，就是一个玩家他跟这个长绳互动哦，不止长绳自己做招式哦，还有一个小朋友跟他抛来抛去哦，这个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安排哦。好，进到背后的时候，远的时候，这个挖铃的时候，确实是要一点技术难度哦。好，一样刚刚好呈现的这个直立刷铃。好，这里很特别哦，结束了一个8人直升机哦，他们选择的是8人相互错位哦，跑到最遥远的一端去换铃哦。那在这边选手跑的距离很大哦，可能要注意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导致后面的失误哦。好，个人滚抛定点挂脚。好，这个目前圆形走位有一点偏离了这个 center 哦，已经有点往前面压迫的太多了哦。好，后来接到2次，这里2人抛4铃的量非常充足哦。接下来就还做了一个个人的变换哦，这里是长度很足够的一个展现。好，接下来做一个双铃的4人兑换哦，这个也是技术有完全可以叠上去。好，再来是4人一样双铃互抛，连续2次。好，在这边令狐国小目前整理的还不错，他们除了在个人动作的呈现上面之外哦，他们还努力增加了这个双人的团队互动哦。接下来看到是8人自带3铃。
旁边有看到几位小朋友，可能在这边有一点时间太短了哦，还是把这个自带30塞进去哦，所以在这边是有点惊险的。家长团自己也有介入他们的，因为他们有后援会，也这一次在 B 队的团体赛所选的音乐哦，挺炫炮的。那想小朋友能够有上场的机会哦，都会好好的把握住了，因为他们毕竟 A、B 这2队。我相信也有一些学校应该是够来派 A、B 2队，只是可能教练想说，可能还没有练得那么晚，所以就先让比较小的小朋友先在旁边再看1年那种。有可能哦，也有很多的团队是因为经费的问题哦，他必须从南部甚至是金门、离岛过来哦，他没有办法一次带那么多的学生哦，所以相对的这次在北部办理哦，对于北部的这些交通也是相对方便哦。而且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家长团，虽然我会一直不断的强调有后援会这件事情，就代表说家长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个后援会去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甚至是把资源给整合起来。因为其实在这种运动项目里面，你要说它贵吗？可能也没到那么的贵。可是你要说它毫无花费吗 ？No， 它还是需要花费的。尤其这种运动项目最主要的就是时间的投入。如果家长参与的话，代表他也愿意让小朋友花时间在这边。对，那相对的时间高的时候，我想他的表现也会越来越提升的。紧接登场的是立湖国小的 A 队。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感觉这里面有几位比较小的这个选手哦，所以教练在这个难易度还有队员的搭配哦，教练也是要花一点巧思，才能把8位同学编在一起。好像有点可惜哦，应该是4个定点的一个双人落脚哦，但是这个队形已经有一点偏移了。好，再来是一个基本的圆形移位才给他分。好，这里也是慢慢来的哦，让选手做完了之后再出去哦。好，一样哦，从刚刚的游龙细缝变换队形到2条斜线。好，直线偏落地往这边接完的时候，他的队员站姿是比较混乱的，代表刚刚直线的前线并不是最完美的。好，在这一个动作里面看到发生有比较多的学生发生了失误，所以在这边如果同时有太多的选手发生失误，可能就是这个套路的长度实在太长了。好，这里很漂亮的4组2人3-0，有一点惊险哦，但是还是有成功哦。我们这个场地对这个小朋友确实来说有点大哦，他们算是今天运动量应该都有达到了哦，全力的在奔跑，没错。
好，这个后面的长绳手他缓救的很好哦，确实他这个尾速有一点长哦，我觉得他的整个移动啊、缓冲啊，他的手感很好哦。这个第2位的长绳同学，好，这里做了一个自收哦，这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做法哦。好，再来是自带双铃的一个定点呈现哦。好，这边感觉得出来比较多的掉落，并不是因为编排上的问题，而是小朋友他可能自己的动作的提升哦。好，这些身体缠绕的这种近身放棍哦，都是给队友一个比较大的空间的一个保守做法哦，在这种团体比赛里面很常见的。地湖国小 A 队张凯成、胡乃健、黄世阳、黄静、曾凯轩、施永祥、许晨曦、李亮宽以及郑慕成。好，我知道为什么是 A、B 这2队了。我刚刚在看，想说陈哲源，我今天早上不是看过他怎么在 B 队？然后他们的这个 B 哦是 brilliant 的意思哦，那他们的这个 A 队呢是 adorable， 迷人的可爱的团体哦，难怪会叫 A 队啊。难道我们刚刚一开始看起来看到中间有几个小不隆咚哦，可能真的就是 adorable 很可爱哦。但一开始这个应该就是呼应了我刚刚讲团体赛的时候，可能就是教练会让一些小朋友。我也想让你上去试试看，而且小朋友一定自己也跃跃欲试，可是他可能会紧张，或者是教练想说要找个人带你，那不如你们就去报个团体赛好了。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经验哦，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一个学校只能1个报名名额的话，其实教练是不敢挑战的哦。那他现在这样子开放了，可以上来试赛练胆量的这个情况哦，我觉得是有助于推广的哦。而且其实不要小看，好像说大家一起站上去。其实，在镜头没有照到的地方，是一整排满满的都是人，而且每个人手机拿起来，还有很大台的摄影机，对的，就是对着你在照，所以那个一定会紧张。我们连平常可能这个上课的时候送台报告，拿着麦克风都有点发抖了。好，接下来是国小男生组的最后一个团体了，大安国小压轴登场。Gave you too much, now I'm swallowed. Now I'm a fool while you're breaking rules. Dangerous path that I follow. Oh, go on, just do what you do. As I bleed for you, cry for you. 目前看起来哦，大安国小除了这个统一性之外，还多了1分谨慎。他们所有的队员都是衣服内扎，并且丁字步站好的哦，所以在这边看得出来，他们的教练的要求是很完美的要求。好，菱形双人站位的8人呈现呢，也是一个经典的这个绕脚站位。好，在这边大安国小的同步性看起来做得还不错，从刚刚的定点到后来的起灵移位，大家现在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一丝不苟的站姿哦，就是看得出来他们的教练的要求应该是蛮严格的哦。好，出手的时间虽然有一点落差，但是也都越过中线了，有到达他们应该要到的位置哦。All of the
好，这个是一个经典的这个薪火相传的一个变化哦，就是由团体走位的时候增加一个圆形的流动感。好，圆形完了之后加了一个天罗地网，这边天罗地网不错，因为他们的面对的方向都是正面哦，这提升了天罗地网的难度。好，这是一个高渐层的护抛。哇，选手的反应很快哦！刚刚在这个44换0确实有一点歪斜哦，不过还是马上的整理起来，成功了一个直线的天罗地网。好，这边两人抛40是足2轮哦，所以他们确实有做足了这个2次应该要有的长度哦。接到4人1线30，哇，今天大安国小的整齐度还真的蛮不错的哦。哦，他们这个直立做了一个反向的做法哦，通常是由上到下，他们是由下到上，再做一个棍子的相互错位哦。好，第3组国小组的直立刷0哦。好，这次弹跳的距离有出来哦，这样子画面的张力确实是裁判喜欢的。好，一样经典的一个内四外四，接到一个对传哦，1324的一个传领法。大安国小吴明轩、周新豪、陈启恩、谢怀瑾、蔡梦修、郭佑良、林俊宇、黄宏毅跟吴永伦。吴翔老师刚刚在过程当中说了一句：“大安国小今年的整齐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这无疑就是一个最大的称赞。”没错，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哦，这种你除了这个技术的表现之外，整齐度是一定要的，否则你没有办法辨别这种团体的技术难度、双人的技术难度跟个人的技术难度哦。那大安的选择虽然不像我们前面有看到的后龙他的个人技术选得非常高，是，那他在同步性可能就差了大安一些，所以在这边看一下评审他们喜欢的一个方式，还有最后总成绩，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哦。对，所以我们在现在下午的场次陆续的把国小组都看完了，女生跟男生，我想每一位小朋友能够上场哦，那个无疑都是需要最大的掌声，而且我觉得我们看得开心，那小朋友表演的开心，整个这样子一整个大家组合在一起之后，也让整个体育馆变得比较温暖了起来。
非常温暖。现在我们的体育馆是非常温暖的、哦，对，完全没有感受到那个冬天的感受了。没错。好，我们紧接着会登场的是国中女生组的团体赛，不要错过。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
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我想这个赛事准备要进入到尾声了。而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中女生组的团体赛，两支学校，他们是在男女组别里面呢会来互别苗头。中正国中跟新雅国中。那中正国中的话，这支学校其实在扯铃界算是有意义的学校因为毕竟他们曾经出了廖先生、廖公。我们的廖校长廖达鹏先生是的，对。那听老师讲的话，就是最一开始，当时开始这个民俗体育的这些技艺，想要开始大量的引进到教育端的时候，就是由他来算是主导一切的。是的，做一个推广对，那廖达鹏先生呢，他其实在服务的学校就是中正国中，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基隆市的中正国中。我看起来他现在好像不在现场，他可能是在楼下。好，基隆市中正国中带来的表演。好，在这边同步性有差一点点不过看起来是还算是小失误，也可以重新再整理上来的那像他们这种运铃的前脚点的这个，也是他们基隆中正的特有的一个运铃方式同样，这个脚点的过程帮助他们对拍以及整齐好，这里选手的这个脚步移动很快从横向的直立变化再立刻跑到这个4人的小圈好，一样4组的2人3铃。哇，那在这边滚抛有一点点可惜不过这个失败的选手做了一个很好的判断因为在动作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失败的时候，他稍作移位，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团员那这边长绳目前状况看起来是有点偏长的一个状况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拉回中央
好，这里给的有一点长哦，但是后面还是把它也还是很完整的成功了。后面的另外一个长绳头，它反应很快哦，马上做了一个很长的缓冲哦。好，一个直线的天罗地网，他们接完了，至少有6到7人都还是在同样的位置上，完成度很高。好，属于互相传的一个方式哦，有队友帮忙传，做了一个四人的电风扇。其实后段也是可以选择要不要用培林来呈现的。目前看起来他们整场都是用固定轴的一个呈现。中正国中包括张庭玉、李乔伊、毕丽云、陈宇杰、陈彦涵、陈宇安、陈时维、黄瑞恩，以及最后是萧雨桐。那中正国中它的传统性，我想就不用再多说了。所以他们所带来的表演，包括其实不只是在场上，他们好像在场下也会有一些互动嘛。没错，他们有一些他们自己传统的口号哦，还有帮助同学加油的一个口号，这个都是他们行之有年的哦。那包含他们的这个运铃方式啊，还有编排方式啊，都是属于一个古典的一个的方式哦，这个就是他们学校一贯的传统。那他们这些学生其实是很特别的，他们是一定要先经过学科筛选，他们的分数一定要到才可以进入他们的民俗班。哦，所以这些学生他们其实是品学兼优的。我不是说其他不是哦，而是说他们绝对是经过筛选才能进入基隆中正的民俗班的哦。哦，所以在一开始在考试的时候，不是说你好像有成绩就 OK 哦，你还是在学科上面你要顾得到。没错，如果你学科顾不到的话，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做怎么样的调整哦。所以不是只能顾术科而已，而是学术上面哦，你两边文武都要兼备。没错。紧接上场的是新雅国中，那新雅国中这个就是心有灵犀嘛？是的。哇，是谁想到这个名字的、啊？可以问一下他们的朱老师。对啊，心有灵犀，他们的那个灵就是扯铃的铃。对。我原本在想，我如果看到他们的吉祥物会不会是犀牛？但无论如何，新雅国中现在上场了。There's a girl I find in my reflection. She is smart and kind. Don't need protection. She's a warrior, and she is waiting for you just around the bend. Where every day you're a hero that lights up the night. Where you lead with your courage and dream with your heart. There's a whole world starting.好，这里很精准的哦，从2条线变换3条直线，再立刻进入的这个圆形的回力动作，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哦，但是不影响整体表现哦。好，这边有经典的做了一个铃的运铃方向的变化哦，除了直立的变化，他们还做左右的斜
捷运铃的一个展现。好，比较特别哦，刚刚是做双铃绕脚的时候，为旁边的同学做一个护传哦。这个时候有一点冒险，就是他是定点的动作，没办法移位的哦。在快速接到的个人的滚抛，这里也没有做团体的互动哦，是做单人动作的同步展现。好，本来是想要利用反勾的一个动作做一个双人的长绳互换哦，可是在这边可能是有一点手滑哦，动作没有成功。好，这个双铃的互换回旋呢，就做得很漂亮。好，再来是前面的是看起来是有一个线4哦，后面是接到一个高抛30哦，所以是3组高3，1组线4的呈现。8人的双铃互换哦，虽然有2组吊铃哦，不过是因为直线的呈现哦，所以画面其实还算干净哦。好，一样8人定点直升机也是做一个高低的一个 pose 不同。新雅国中心有灵犀，刘怡珍、尤静涵、杨芷晴、黄若晴、邱雨宁、余香象，还有杨慕容、吴希恩以及周芷安。我想这样的一支团队哦，光有他们的这个团名心有灵犀，而且心有灵犀好像也是会以这个团名出去外面比赛，所以也是一支非常强劲的学校。刚好他们就是在
女生组跟男生组上面哦，都各派一支队伍，都有人可对以参赛这样子。那团体赛的话，也就是这两所学校，在这一届啦，因为我有稍微去翻了一下，去年度的话好像还有个中平国中，可是我们今年好像就没有看到中平国中。对，如果就像他有的人到了国3面临升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加入这个团队训练哦，所以也可能因为在这个年纪跟考试的一个压力之下，选择退出。是，紧接着会登场的是国中男生组的团体赛，我们同样稍作休息，等回来了。欢迎回来，全国中正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我们要迎来我们这2天赛事的最后一组转播了。国中男生组的团体赛准备要来登场，那一样是2所学校，就是我们稍早有看到的中正国中面对新雅国中。那先出场的一样是中正国中，感觉中正国中这个队伍，包括在去年度，他应该就是不变的团体赛第1顺位，永远就是放在那边。刚刚的女生好像也是第1顺位出场哦，然后去年度的话也是。那我们这边会恭喜中正国中已经连续都是第1个出场，就是出场序啦，出场序哦，这不是最终名次哦。对，出场序的话好像都是中正国中，不过这或许也是就是对于这个老校长的一个尊敬啊。是的，因为毕竟可能这一切的渊源哦，一切可以变成像现在的这样子的盛况，也是有校长先前的积累哦。对。基隆市的中正国中，我想他们在这个服饰上面哦，是采取橘色的。没错，这是他们学校的。从我有印象以来哦，他们真的就是这个服装，所以我说他们是一个很传统并且一个很经典的编排，就是都不变的。好，中正国中的表演要开始了。好，一开始先做一个闪电之字哦，看未来会不会接薪火相传回来哦。
好，这里也是完成了一个指定动作，由龙细风到后面一样双零爆出哦，直接进到这个双零规定动作的环节哦。那这个圆形因为它们呈现的完整性很高哦，换去换回哦，它们的圆形基本上是没有变动的哦。好，这里很特别哦，有别于以往的这种轻松的抛零给哦，他们是做一个反的回旋之后，由上向下的下降双零给法哦。他们已经发生连续2次的这个漏接的失误哦，有点小可惜哦，都是在同一个角度的动作哦。接下来是2人抛30一样4组2三。好，施作的长度也很足够哦，刚刚好哦。那这样目前看起来，选手在移位的过程当中，如果零会掉的话，教练可能要斟酌是不是要让选手走这么大的位哦。陆陆续续好像有看到几个零在滚来滚去。对，没错，而且他们的滚其实并不是真的动作失败造成的、哦，有的时候是移位哦，这些是可以避免的哦。可惜哦，中间的内绕的这个选手哦，他的动作角度有一点太大了，这个失误是有点可惜哦。中间的应该再稍微细腻一点哦，才会让这个动作更容易成功哦。接回来的时候基本上8人几乎都在原地哦。好，单手旋风接凤凰展翅。好，4人的一个中距离传接哦，接一个电风扇的外侧，这个也是一个蛮经典的一个做法哦，但是他们的距离也拿捏得很好。好，接下来是2-4，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失败的原因哦，只有2组参加。对，可能还有人在后面调整。对，目前看起来他们有很多这种突然打结的状况，我有点开始怀疑哦，是不是因为天气比较热了之后，其实这个线是会变得比较黏的哦，可能是因为温度有点升高，让他们这个线
让他也是出乎选手预期的打劫哦。对，因为他出现不止一次哦，他频繁到应该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线的问题哦。因为体育馆真的变得比较温暖。没错，中正国中的这个团队包括是王玉硕、施廷瑞、怀从、陈柏宏、陈敬祥、陈德瑞、黄胜宏、蓝成伟以及王宇少。那刚刚的确在可能运营的过程当中哦，比较多这种可能偏向是非收破性的失误。那前面的话我们还在想说，可能是因为移动嘛，移动的比较多，但是后半段开始可能就是自己运之后，对，有的时候没来由的打结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线应该换了，因为像这种线其实棍子不太会坏，铃也不太会坏，但是线我们是经常的更换哦，甚至有选手一天就换到3条线哦。没错，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有了灰尘，它摩擦力太大的时候，它就不好扯了，所以线是一个 constant 的一个消耗品哦。通常换这样一条线要多少钱？很便宜啦，一捆线我们是100公克150块，所以其实很便宜的，大概它是好换的吗？自己选手就可以换，自己选手就可以更换的。所以可能就是在比赛开始前呢，还是要自己先检查一下，因为毕竟这个是有器具的比赛，所以你的器具的保养也算是在比赛的一个范畴内。对对对。紧接着登场的是新雅国中，我想新雅国中他们的车铃，我刚刚在他们在场下的时候就来看，是橘色的。中正国中的衣服也是橘色的，致敬是不是？这个是致敬吧？这应该是相互两队的配合吧？新雅国中的表演也准备要开始了，这也是我们在这一次全国中正杯最后的一个表演了。好，一开始游龙戏凤直接接到圆形移位哦，先把2个固定动作，指定动作给解决掉哦。好，这边直立铃选择一个中高难度的连续哦，先从内外层互换，再来是交叉1-3-2-4的互换哦，是一个中高难度的选择哦。再来只有中间4个选手做了一个甩棍的动作，其他4个是陪衬。好，2组的背传哦，再做一个4人距离的弹跳哦，这里速度拿捏得很好，不会觉得过于冗长哦。再来一个是正反的2个游龙戏凤，跟着呢薪火相传哦，让这样看起来画面更丰富哦。
好，这边要换棍哦，也刚一样哦，在挖铃的时候上抛，另外一组可能是换棍的时机不对哦，造成了一个换棍的失误哦。好，直立刷铃这边呈现的比较长哦，还多了一个弹弓弹射的一个小桥段哦，很可爱哦。现在看起来是5人3铃哦，那其他的选手有人做的是卫铃以及等待哦。那在这边，因为每一个人收3铃的方式不一样哦，所以看起来画面是稍微有一点混乱的哦。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2组的线次。新雅国中张品璇、林彦君、郭胜义、唐俊凯、许哲瑞、林浩言、詹炳浩、陈光辉，以及最后是周佑成。2支学校，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都是有一些失误产生的。但是我还是想讲那句话，瑕不掩瑜，真的上来都很精彩啊，在团队的搭配上面，而且光是看这样子，他们在校内练习的时候，他们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场地。对，没错。所以他不是随便我找一个可能穿堂就可以练了，我高度也要够，我的腹地也要够大，这样的话我的距离才可以拉开，才可以让选手，譬如像这个长绳出来的时候，所以扯铃可能在场地的限制上面哦，是大家平常比较会忽略掉的一环。其实扯铃的练习，我应该说它是像鲁夫一样的这种收放自如哦。如果它是雨天在走廊，其实也有走廊的练法哦。是。其实真正团体最难的就是8人到7。OK。对，其实这是教练跟老师最大的挑战哦。是的，好，那在这2天。我们在今年的全国中正杯的赛事呢，也要圆满的画下一个句点。老师，这2天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从一开始的高中男个，再来到国中，再来到国小，接下来用我们团体来收尾哦。我觉得今天这一次的选手的表现统一水准蛮高的。那尤其这个转播，我们又带给观众所有个人、双人、团体都有带到，所以我对于这次的转播的分数，给自己打个7分。老师，我给你100分，谢谢，而且我也把这个满分呢送给有上场的所有小朋友们，还有所有的参赛的选手们，也包括是公开组，每一个都好精彩，我真的是看得叹为观止。2天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要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感谢观众朋友你的收看，也感谢老师这2天的陪伴。最后呢，则是要感谢台亚卫星转播团队以及辛苦的赛会工作人员。我是秉承，期待更精彩的比赛，再会喽，拜拜，拜拜。